你真要那么干啊？哎呀，你听我的，没问题。不是，那个，哎呀，咱从国内带来的药，在这儿没有注册，用了算违规的。给自己治病违什么规啊？再说谁知道啊？哎呀，我都难受成这样，你赶紧找找什么药。好，一切为了你的身体。哎呀，哎，有左氧布沙星哎。好，那就它了。好。我上一次打针还是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哎呀，没问题，快！好。哎呀，像我这么大的医生，好，什么时候给人打过针啊？这国内知名彭医生给你打针，马上好啊，你别睡着了。好了，来了啊！很好，没问题，我看着你睡着了。我一头汗。What is going on here?夏哥，你慢点啊。상대 상대。상대不说了。嘉哥，要不包我背吧？不用。你们两个跟我进来。你们两个在医院干什么了？上班，看病啊。啊？给谁看病啊？知道刚才谁来找我了吗？坎科院长来找我们了。那我先声明一下啊，这事儿跟彭伟没关系，药是我自己去拿的。针也是你自己给自己打的是吗？我给打的。你们在这儿跟我演英雄本色呢？我刚强调过，在医院大事儿小事儿先来跟我说，转眼就当耳旁风是吗？你什么时候说过呀？不是队长，您刚才说这事儿的时候，他们还没回来呢。对啊，不知道啊，闻所未闻啊。队长，按我说吧，其实马医生他们这个事儿也算正常。你像干我们这个职业的，谁生病了不是在科室给自己打一针？抓紧时间治好病，赶快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如果真能像普通病人那样去医院看病、吃药、休息，那我们手上的病人该怎么办呀？鲁梅，我们是在讨论打不打针、吃不吃药的问题吗？难道我不知道这种事情在国内司空见惯吗？你知道他跟迪斯马斯说什么？他说他用的是我们医疗队自己的药，迪斯马斯管不着。我说的没错啊，我都烧成这样了，我就想赶紧把自己的病治好，这也有错吗？哎呀，行了，不就是一瓶药吗？多少钱我补上不就完了吗？这是钱的问题吗？你不尊重迪斯马斯，不尊重卡塞医院，还侮辱别人。我侮辱他什么了？当时的医院连个人都没有，我就是想尽快好起来，别因此耽误工作。我侮辱他什么了？人家迪斯马斯是今晚的值班医生啊！你不听从医嘱，私自给自己打针，就是不尊重人家医生，不尊重医院的规章制度。至于吗？不就给自己打了个点滴吗？你用得着这么上纲上线吗？不，那你想怎么着啊？非得把我拉出去斩首示众，这个问题才解决了是吗？这是非洲，在国内司空见惯的事情，在这儿行不通。我们医疗队的每一个人代表的是中国呀，你胸口上还印着国旗呢。我们在别人的国家、别人的医院，是不是应该遵守别人的规章制度，尊重别人呢？你再看看你自己，在别人的国家、别人的医院，理直气壮地说用的是你自己的药，你的优越感从哪儿来的？你把自己当什么？
当救世主啊！这本来就是我们国家的药嘛。张队，我觉得马医生啊，他今天就是心急了，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但是他现在一定知道错了。你看他现在还病着，咱让他回去先休息，等他病好了，咱们想办法一块儿处置他，好不好？好，张队，那我们先回了啊，来走走。回去多喝点水啊，记得吃药啊。马佳，我希望你记住，你不是神，你不是来拯救别人的，更不是来施舍别人的。你们2个人停诊2天，好好反省一下。你凭什么停我们的诊啊？停！你拍桌子也没用。好，你发烧哪个规定他能直接停我们的诊？你停诊就休息嘛，你休息发个烧了嘛。你好点没啊，嘉哥？哎呀，不用起来。不好意思，哥们儿啊，连累你了。这话说的就没意思了啊。你说也真是奇了怪了，这一到桑拿就不顺。哈，你这可不是不顺啊，你这是和江队啊冤家聚头。你俩到底在国内怎么回事啊？你看，发个信息到现在还在这儿转呢，这什么信号这是？哎，你用的什么卡呀？全球通啊。那我这信号不挺好吗？我都10多年老用户了。我也全球通啊。这可能手机的问题，回头换一个。哎，水来了吗？我得洗个澡。不，你这身子骨就别洗了吧。哎，应该差不多了。你看看，哎呦，看看多少度了？什么差不多？这不烧着呢吗？刚来第1天就把自己诊了病了，越过人家医生私自给自己开处方，还用我们医疗队备用药给自己打点滴，这是不尊重人家医生啊！这些注意事项我反复说了很多遍，他就是不听，双重违规还不知道悔改，这个师弟呀，我真拿他没办法。你呀，当队长嘛，身上的担子肯定不轻。毕竟他这是第1次到非洲，你得有点耐心。我听说是母亲娜去接的你们，她中文怎么样？有进步吗？不会还只是那2句下雨啦、收衣服吧？对，昨天晚上下雨的时候他还喊来着呢，不过他中文真的进步了，现在已经跟我们交流没有障碍了。老师，老于怎么样了？放心吧，没事儿。就是因为没去上桑拿，心里头有点不舒坦。我知道，你们呢一直有一个未了的心愿。是啊，当年我们来了1年多就发生了战乱，我们就都撤回去了。可那些患者等我们手术周都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甚至有些人从几百公里以外靠着双腿一步步走来的。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在哪儿？是不是还活着？都是我们一直惦记着的。我就知道，你们一直都没有放下。不瞒您说，老师，我们那批医疗队员一直有一个约定，只要有机会，不管是谁，一定要再回来。这也算是我们元飞岁月的一个交代吧。你去了，也就算是他们大家都去了。对了，大乔啊，你们现在还经常看到乞力马扎罗山吗？刚下飞机就看到了，还是那么壮观，那么美。这山呢，有时候很远，有时候很近。这就像人的记忆一样，时而很远，时而很近。
Ninaumwa kichwa na shingo, ninaumwa sana daktari, ninaumwa tokea wiki iliyopita. Naomba dawa daktari, unigusa hapa, unigusa hapa. Hii ni homa sio? Acha. Hii ni homa. Acha. Can you speak English? Unaumwa nini? Naumwa kichwa, naumwa shingo, naumwa na bega, naumwa sana daktari, naumwa, nisaidie, naumwa, nimeumwa kwa muda mrefu. Kichwa, shingo, bega, vyote vinaniuma kwa muda mrefu sana, naumwa, najisikia vibaya daktari, naumwa, naomba unisaidie. Wait. Acha. Hold on. You understand? Hold on. 哎，彭伟，哎，看到曾刚曾队长了？没有啊，有事儿啊？我那儿来了一个病人，说的话一句听不懂。你不英语挺好的吗？他要是会说英语就好了，说的全是斯瓦希里语，而且说的连珠炮似的，一句听不懂。培训的时候咱不学过吗？就学那么几个单词，你会连起来说啊？也这，你这样，你帮我找曾队长，然后给我打电话，让他快点来一趟啊！哎，队长不让停诊2天吗？他那么一说，你那么一听就完了，你停了。 Kisha arudi hospitalini baada ya wiki moja kufanya vipimo. Asante sana. Karibu. Wait. Who are you? I'm a doctor. Please remember who you are. 哎呀，这个医院啊，真是个神奇的地方。又怎么了？ 我今天不是找曾刚吗？啊，结果等我回到我的诊室，一个白人坐在我那儿，替那患者看病呢。我问他是谁，很傲慢，还教育我。他谁呀？我哪知道他是谁呀？我当医生这么多年，就没这么挫败过。1个、2个、3个、4个，都不待见我。再多2个，都快凑成8国联军了。人家说的也没错呀，你连当地语言都不会，怎么给人看病啊？你笑什么呀？我发现了，不是话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什么意思？你看一样的话，从你嘴里说出来。 怎么就突然这么悦耳了呢？我看你是受打击受的还不够，还跟我油嘴滑舌呢。你看，以前我这么说叫嘴甜，现在就成了油嘴滑舌了。你少贫几句吧。你们培训班的时候不是培训语言了吗？是培训了，可是就简单的教了这么几句，怎么交流啊？哎呀，我不跟你说了，不是话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就没句正经的。哎，不说我了，这个说说你吧，你最近怎么样？新节目的提案倒是通过了，那好事儿啊。但是我为了通过，无论是节目的定位还是内容，都做了相当大的妥协，以至于我现在已经觉得没有当初那个干劲儿了，挺泄气的。行了啊，不就是一个工作吗？别这么较真儿。 也是哈，所以啊，你也别学什么斯瓦希里语了，随便给人治治得了。不就是一份工作吗？好，我错了，行了吧？我不是那个意思啊。那你这个栏目现在什么定位啊？不是民生了吗？你记不记得，你上次打电话问过我一模一样的问题？啊，是吗？真的假的？那是我不好，我这个记性出了问题。 那辛苦柳大记者，再跟我说一遍。哎，你算了吧，你又不是真关心，就别跟我装了啊。你这话我不爱听啊，我这都是为了缓和你的心情才这么说的。你现在倒打一耙。母亲呢？快开门！ Where's Dr. Antuli? Dr. is on the phone.
快来！来不及了，快推手术室打麻醉。 He needs to have surgery right now. Any doctor call here? I'm a surgeon, but Chief Keaton didn't answer my call. If he's out of touch, you can take it over. Come on. I can't do without Chief Keaton's permission. It's the rule. What? Call him again. 梅姐，你先去准备器械。好的。 I couldn't reach Chief Keaton. Hamida, we can't wait. I will do the surgery. 血压、心率65的40，心率130。准备开胸，刀。刀的位置大概在胸骨左缘第3肋间的位置，希望没有扎到主动脉。电锯。 什么破东西？剪刀。血压一直在下降。镊子，我来吸血。
还好，都没插到主动脉，要不就没机会了。收缩压80，血压好起来了。但是道筋插到左心眼里面去了。多少钱？错齿的只有这个了。错齿吧？算了，不用了，我用手。好。现在血压多少？收缩压85。好。准备拔刀。Who gave you the permission to do that? 不用理他，准备拔刀。1、2、3。Habib my gown. 血压开始下降。血压还在下降。血压持续下降。5个莲花线。太后不是，Fusion and infusion。Ami, red blood cells 4 units, plasma 400 milliliters. We don't have red blood cells now, Mr. Kison. Only 200 ml of plasma. Then find some. Okay, sir. We have enough. Yeah, enough. That's me. I can handle it.我跟你们讲啊，这个医院的设备啊，以后是一个大问题，而且是一个大隐患。Doctors, I hope you know that the success of today's surgery relied only on your luck. 这人谁呀？怎么这么说话呢？这老头还挺酷啊。酷，装遭雷劈。不过说真的，刚才手术的时候，他手法还真挺好。他好，我们不好啊。我老婆从上到下哪儿都好啊。我好，马医生不好。马医生当然也好了，他是从下到上哪儿都好，但是没你好。哎，你们俩啊，我人还在这儿呢。哎，马医生，刚才拔刀的时候太帅了。那当然。哎，咱仨第一次搭台，我也没想到这么默契，不错啊。是。哎呀，开心，走喽。回家搂着老婆睡觉了。你们慢点儿。你们等会儿，我这还有一个病人呢。
哎，你快说说，昨天晚上怎么个精彩法？想知道啊？哎呀，昨天晚上你真应该在现场感受一下，马医生把那个刀一拔，那个血啊，当时我老婆还有马医生那一脸的淡定，说的挺热闹，没什么事儿啊。我是麻醉医生，我得眼观六路，我得给他们保驾护航。哦，就看着，我也听着。那这活我也能干。走。哎，江哥，听说昨晚上你跟李姐干的比较大的，太给大家长脸了。这算什么呀？一切才刚刚开始。哎，江队早。哎，早。哎，谢谢。亲自来表扬你了，状态不错呀。怎么样了？哎呀，舒服多了。我才发现啊，做了台手术不仅能救别人的命，还治自己的病。那就好。那咱们说说正事儿吧。昨天那个刀伤病人什么情况啊？那坎哥院长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说你违反了医院的规定，救人之前没有跟齐丹汇报。我为什么要跟他汇报？齐丹是外科的负责人啊。我知道，急救之下在国内是没有问题，但是在这儿啊，你们不能直接上手。队长，昨天这个手术是我找马医生去做的，而且呢，我也是医疗队的副队长，我可以直接去找齐丹。哎，梅姐，这话不能这么说啊！这事儿就算是要担，也得我们男人来担，对吧，常来？老马，你不用点我，我明白。队长，以后我老婆出现什么问题，我替她承担70%的责任，这就对喽。你给我严肃一点。怎么了？这不是一件小事儿。这当然不是一件小事儿啊！治病救人能是小事儿吗？不是怎么了？我一个医生救了个人，难道我还惹麻烦了吗？人家医院有医院的规定。什么规定？全世界有哪个医院规定治病救人是犯了错误呀？你不用教育我，我知道那个齐丹对我有意见，不就冲着我来的吗？行，需要承担什么责任？你说吧。我不是来追究谁的责任的，那总是要把问题搞清楚，给人家一个交代吧。什么交代啊？需要给什么交代呢？江队，我也听明白了，您有您的难处，我们都能理解。可是我这儿还是有几句话要说。这第一，这儿的规矩我们确实不知道，这属于我们学习的不够。第二，昨天那个病人非常的危险，这齐丹又一直都不接电话，如果不做手术，这人今天肯定已经没了。没有一个医护工作人员能够眼睁睁的看这种情况发生。我想，如果您当时在场，您肯定会做出同样的选择。第三，这非洲是有非洲的规矩，我们都能理解，可是医护也有医护的责任啊，您说是吧？我不容易啊，梅姐说的太好了。吃饭吧。你好，齐大先生。How are you, Mr. Kidd? I'm all good. What about you? Captain Jiang, about what happened last night. 昨天发生的事，我需要跟你好好聊聊。马医生，听说你惹齐丹医生生气了。他生不生气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惹了他，你可有大麻烦了。能有什么麻烦？医院他家开的？差不多。怕耽误吗？咳嗽、胸闷、皮肤瘙痒，右锁骨上淋巴结肿大，根迹不清，无压痛。
马医生，快来看，怎么了？我媳妇，万笔江山，锦旗飘飘，真厉害！哎，那个得挂正一点。嗯。哎，飞哥，来，怎么了？我听见个事儿，不知道真假的。什么事儿啊？马医生破格那事儿，估计没成。本来今年咱们院里呢只有5个正高名额，你的申请材料报上去以后呢，评委会也觉得你的业务能力出众，确实给了一个破格的名额。可是就在几天前，咱们科室的一个即将结束质变的同志也补交了申请材料，他各方面都符合晋升条件，尤其是年限。名单报上去了，这不今天上午接到通知，批了6个正高名额，但是没有批破格。意思就是说，就把我一个人给刷了呗？凭什么呢？给我一个破格名额，这不是早就说好了的吗？为这个事情，我特意打电话了，上面的回复是，今年这已经给我们院一个多的名额了，再破格一个，别的医院肯定会不干的。那多一个名额，这名额也应该是我的呀。什么你的我的，人家是批给医院的。您刚刚不是说了吗？评委会觉得我能力出众，能力强，给我特批了一个名额吗？我没有给你承诺过，是你的破格就一定被批下来吧？梁老师啊，您说的那个刚回来的同志，就是江大乔我江师兄吧？行，不是他刚回来就给他。论业务能力，我马家至少不比他差吧？是，他是圆过飞，支过边。但是作为一个心胸外科的医生来讲，这几年他在外面，他做过几台高难度的手术，他写过几篇高水平的论文，职称评定考察什么呀？不就是考察业务能力吗？是，业务能力固然重要，但是谁告诉过你职称评定只看业务能力呀？不看能力看什么？看年龄，论资排辈。那如果医生也论资排辈啊，谁老谁先上？那以后医院里谁还削尖了脑袋？谁还做什么课题？写什么论文？做什么手术？职称评定那个章程不是我决定的吧？你跟我急什么呢？那您为什么不当初把这些具体情况跟他说清楚？医院有医院的特殊情况。喂，师傅，8号手术室，病人主动脉加增破了，快来！好，我马上来。这事咱没完啊！忙着呢。剪刀？这什么剪刀？医院没有能剪对线的剪刀了吗？剪刀不好使，你直说就是了。给你换一把。哎，少说两句啊。体温多少？ 34度。大点声，多少？ 34摄氏度。
跑位，开放主动脉。血管活性药走起来。肾上腺素5微克每分钟。苏莱曼啊，别傻站着，记住这个手势啊。厉害了，主动脉夹层全弓置换术，主动脉阻断102分钟，停循环15分钟，又是一场大师级别的表演。媳妇，太完美了，厉害！哎。Wewe ni hodari. 爸，对，然后当时有阵风吹过来，整个那个桂花很多都掉到我后黄瓜里的，直接吃嘴里了。对，桂花味太骚了。我妈妈来了，拜拜拜拜，再见，拜拜。瑶瑶。老头，你怎么来了？来，我看看，长这么高了，大姑娘了。你怎么变这么黑了？你看你这个褶子变多了都，我刚才都没认出你来。你什么时候到的？下午刚到啊，这不就来接你了？哎呦呦，算你还有点良心，我还以为你忘了你有个女儿呢。我这才回来你就气我？你不是要吃松鼠桂鱼吗？我都给你做了。你都做好了啊？那走吧。走。慢点儿，没人跟你抢。每次看你吃鱼啊，我都想起来你5岁的时候被鱼刺卡了。你们还给我送医院了？是啊，把我担心坏了。我都已经15岁了，你看我这个青春痘，还有这个鞋，都小了。哦，明天就给你换。就你那审美，我审美怎么了？挺好的吧？你这次去了这么久，想不想我呀？那还用问吗？那你想我妈吗？吃鱼啊！我可跟你说了，你得抓点紧。我妈她已经有男朋友了。哦？什么时候在这儿啊？也就2个月吧。但我感觉他们进展特别快，我妈现在整天就跟泡在蜜里一样，闪闪发光的。对了，我妈那天可跟我说了，她以后要是结婚的话，你可得给她准备份子钱。跟二婚要什么份子钱啊？你跟她说没门儿。对，没门儿。你好不好奇她那男朋友长什么样啊？我有什么可好奇的？我跟你妈都离了那么久了。那万一以后他是我新爸怎么办？那你新爸还能比得过你旧爸？喂，比得过你亲爸呀？你也关心关心我啊。对，还是我吧。当然了。嘿，我也看出来了。现在啊，各单位都一样，闷头出力干活的人，好事反而轮不到。就像我们梁老头，凡是有好事儿，肯定没有我。你平心而论，全医院谁不知道，梁老师最喜欢的学生就是你啊？
哪个论坛没让你参加？哪台重要的手术没让你上呀？这也正说明我干活干得最多呀。那凭什么到了评职称的时候还让我让？因为跟你亲呗。别，我看还是别亲的好。那人家不给你，你还能去抢啊？这人倒霉啊，这灯都跟着受欺负。你坐过去。嗯，我让你坐过去。坐直了。你认真回答我一次问题。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总想着往外跑呢？你说是为什么呢？我不管为什么，我不想让你总往外跑，老是见不到你。爸爸答应你不走了。你可得了吧，这话你都说多少遍了？这次是真的。医院啊，已经正式调我回了工作了。从今天开始，爸爸就要踏踏实实的待在你身边，哪儿也不去了。真的？真的。那我能回来跟你一块住吗？当然能啊，这就是你的家呀。我可真的不想跟我妈一块住了，她特爱管我。那，你搬回来跟爸爸一块住，我就不管你了。管过我吗？你是希望我管你呢，还是希望我不管你呢？那你管管试试看喽。试试看就试试看喽。试试就试试。大早上起来的，开什么会呀？一会儿我还有一台手术呢，请假。这个会梁院长会来，谁来我也不去。哎，你听说了吗？那谁回来了？谁回来了？那谁？谁回来也没我的手术重要。师弟。哟，市长回来了，一点也不好笑。石一床应该再加点剂量。啊，哎，老马，我刚才听你管江大桥叫市长，什么意思啊？一看你还是太年轻。什么年轻啊？去过南京吗？去过啊。长江大桥路过吗？路过啊。那上面写什么字啊？什么字儿？南京市长江大桥欢迎您。南京市长江大桥欢迎你。哎，你们一会儿开会什么内容？这个我不知道啊。哎，你有一会儿不是做手术吗？你不请假了？我倒是还有点时间。啊，江大桥还真是南京人啊。要不然市长嘛，谢市市长。看看来了很多新人，你也不认识。哎，马家，哎，哎，媳妇，你不应该坐在那儿吗？闭嘴。好，在座的虽然都是老熟人，但是我还是要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科室刚刚回来的江大桥同志。江医生啊，这么多年一直在外值编，代表我们医院支援西藏、云南、四川等偏远贫困地区的对口医院，不仅把我们医院最新的技术带到了那边，也为当地的医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专业骨干。医院领导班子综合考虑，结束江医生支编的工作，回到医院，大家欢迎。我们心胸外科
主任的这个位置已经空了很久了，一直也都是我兼任。前几天，院委会正式讨论表决后，决定由江大桥同志接任我们心胸外科主任的位置。谢谢大家。大家以后要多多配合，用不着拘谨。来吧，都说说自己的想法，表表态。徐潇，你先来呗。我们和江医生那都是老朋友了嘛，我们组全力配合江主任的工作。对，我们这边也是，欢迎江医生，欢迎江主任。自从您来了这儿之后啊，心外科总算是群龙有首了呀。马佳，你是我们科室的骨干，你是不是应该多说两句啊？哎呀，其实咱们在座的几位老同志应该都知道，我跟江大桥，我江师兄，我们师出同门，都是老朋友、老熟人了。梁院呢，非要让我说几句。哎呀，那我只能说，我们江主任这回来的是正当其时啊。我们江主任论思想觉悟，常年之编，高风亮节，那是让人望尘莫及啊。论业务素质，我们江主任也是在江大出类拔萃，名气响当当，有口皆碑的呀。尤其是把我们的医术发扬到了边疆，甚至到了非洲啊。所以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啊，那都是心服口服，五体投地啊。哎呀，梁院，我这儿9点半还有台手术，我得赶紧去准备了。你们开啊！最近一段时间，你平均每天2.5次问我关于节目的情况。我现在告诉你，我也不知道，我仅仅是频道的副总监，只管节目，节目之外的事儿我管不了。好的，楠姐。其实啊，我现在也想明白了，改变不了的事儿，我也不抱怨了。昨天我刚给您的邮箱发了一个新的选题报告，辛苦您抽空看一下。你先看看这个，上个季度的收视率。我们最后一名啊。我知道，你想做民生。你我心知肚明，民生有多难做。现在观众压力大，仅有的那点休闲时间，他心静不下来。所以休闲类、亲子类、真人秀、竞技类，包括慢生活这类的节目，都比你的收视率高。您不是在多个场合说过，不为收视率论英雄？刘小贤，我们的招商情况你不是不清楚，收视率上不去就没有人关注，没有人关注，冠名商他就撤了。大家来工作不都是为了生活吗？这个你怎么就不清楚？要不，您看一下我的新选题。我还没说完呢。我告诉你啊，咱们台里今后要采取末位淘汰制，要撤掉一些节目，更换血液。那您的意思，我就是那个准备被更换掉的血液？见。江主任，哎，收买这，好巴里呀，漂亮。哎呀，我记得你摸咖啡，我特意给你泡的茶。哇，这你还记得呢？走，来。那是当然呀。我那时候在非洲的时候，你才10几岁吧？你爸爸给我们医疗队开车。我还记得有一回你抢你爸爸的方向盘，还问我们说，你开车我们愿不愿意坐？那您愿意吗？我现在告诉你，我当然不愿意了。哟，主任，哎，你好，你好，你好，天明，多好，哎，大家好，坐下。
正好大家都在，咱们就开一个短会。这段时间我看了一下，发现我们的病例管理有一点点乱，有的医生可能工作时间长了，也可能是因为太忙了，尤其是手术记录这一块没怎么上心。有些规定不仅仅是为了规范管理，更是在让我们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尤其是医患纠纷的时候，对我们科室的每一个人的保护。啊，对对对，蒋主任说的对，主任说的也是为了我们的安全着想，对吧？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定下这个规矩，原则上，手术以后24小时之内必须完成详尽的记录。如果有3次以上的拖延，扣了质控分就直接扣当月绩效。江主任，咱们科室医生日手术量很大的。就像马医生，有的时候一天忙起来4台5台手术呢，他自己休息的时间都不太够的。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规定有点教条，是吧？哎呀，但我觉得呀，挺好。江大主任这是督促我们做手术记录，这是好事儿啊，对不对？啊，我同意。我也同意。不好意思，去趟病房。那么，咱们就这么定了。天明啊，哎，你把我刚才说的那些跟原来的制度整理起来，就贴在这面墙上。啊，锦旗不用挂那么多，留一部分就可以。哦，好嘞，主任，您放心。辛苦了。哟，老马还写呢，你这么认真干嘛呀？有些手术都差不多，复制粘贴就行。你说什么？复制粘贴啊，省力气。我要是领导啊，你就别干了。哎呀，你这对领导还挺负责。我这是对病人负责，对自己负责，好吗？对手术都不认真，你还当什么医生啊？把这些记录留下来，这是要给人家以后做手术做参考的，你不懂吗？得，佩服啊，当我没说。欢迎光临。坐坐坐坐坐。又找我干嘛呀？哎呀，我这不是来给你散散心吗？给我散散心，什么意思啊？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都怪我这张乌鸦嘴，没想到还成真了。那你是挺乌鸦嘴的。不是你消息还挺灵通的，听谁说的？那你别管了，反正我知道了。怎么样？现在可以考虑考虑我们那边了吧？我们的心胸中心可一直等着你呢。我现在没评上正高，你这边也没问题吗？没问题啊，有什么问题啊？我跟你说，我们医院现在正是求贤若渴的时候。再说了，英雄不问出处，我们最不看重的就是什么职称，大不了你来了先做个代主任。代主任？那你们是挺渴的。反正你今年不是也没评上吗？等明年一升了正高，就把这代字去掉。再说了，甭管这代主任还是主任，不都是你主持工作？你少来这套，你在这给我画饼呢。哥，我这饼可是实心的。你甭管什么芯儿的，也是个饼。那饼也充饥呀，哥，别怪我多嘴啊。那你还是把嘴闭上吧。不行，我这话我必须说出来，我替你打抱不平啊。我真觉得你在那儿没有什么必要待下去了。
郑高没评上，科主任也落空了，多没面子呀！哥，咱俩私底下说，你这是没评上的事儿吗？你这是被挤了。你是谁呀？你马一刀，那可是大神英才，那走到哪儿都应该是重点人才。要我说呀，你现在要还待在江大，你就真成了江大一笑话。你小点声，你才是笑话呢。看了我给你那资料了吧？我跟你说，等我们那新胸中心一建成，硬件条件不比你们江大差，我向你保证。你来了之后，天大地大，马家最大，而且郑高主任一次性解决，多好啊！嗯。喂，哎，老大，现在啊，行，马上过来。哎，好嘞。金院长找我有急事，我得过去见他去。顺便我把今天咱俩的事跟他汇报一下。走了啊。不是，那这茶还喝不喝了呀？你喝呀，我单我都买完了，慢慢喝啊。那什么，等你电话啊。摘2页的干嘛？挂回去。为什么？主任让咱摘锦旗，你不明白为什么呀？你真以为是为了贴制度啊？你快点听我的，挂回去。哦。你听话得听音儿。你想想啊，如果你是主任，你看着一墙别人的锦旗，你心里能舒服吗？有道理啊。把那个给摘了。哦。不是，一面都不留啊，这有点过分了吧？这留一面更过分，摘了。媳妇，你知道吗？我昨天去见我大媳妇啊，她对我非常好，跟我聊了很久。马医生，还特意问了你的情况。问我什么了？他说我是你培养的好徒弟，让我超过你。还说什么了？那不能告诉你啊，那是我和我大媳妇的秘密。哎，等下，媳妇。哎，媳妇，你的锦旗都被摘下来了，这是梁院长的。还真是精准打击啊！啊，这不是我们的主意，是主任说的。对，老马，这一摘还清爽多了。哎，丁凯，是我。你如果要去宜康，可得想清楚了啊！丁凯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嘴上说的可漂亮了，真办起事儿来不一定靠谱。再说，
外面都知道你是梁老师的得意门生，你这一走，我现在的处境啊，正高没评上，科主任没当成，你觉得我哪点像他得意门生啊？你这个人呐，就是争强好胜，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能输，而且还特别自负。技术自负型人才，说的就是你这样的吧？你还真说对了，我就是那个技术自负型，我觉得挺好啊。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他们不懂我，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挺好。他们瞧不上我，大不了我就一走干净呗。你一毕业就在这儿，你的导师、团队，还有你的人脉关系、事业基础全都在这儿。你这一赌气走了，以后呢？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呗。谁在工作上能一帆风顺呀？我节目还被毙了呢，我也没处讨说法去，难道我也辞职啊？不说我了啊，你就说你这一走以后怎么见梁老师啊？那你说我怎么办？江大乔也就比我大个5、6岁，我就这么一直被他压着，陪他耗下去啊？哎，行，我不反对你的任何决定啊，